吒死了。这是电影最后我听到的第一句话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那个嚣张到天崩地裂，敢和天命对着干的小疯子，真的死了吗？时间回到故事的起点，哪吒依然是那个不肯低头的少年，可这次他的对手不仅是天劫，更是被精准算法、数据洪流裹挟而来的命运死局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。但当这句曾经振聋发聩的呐喊变成社交媒体上的个性签名时，哪吒的反叛还有意义吗？他拼命挣扎，却发现命运的牢笼不再是天罚，而是遍布在每一条看似自由的路上。当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，任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时，他也曾迷茫，甚至问过自己，努力还有用吗？直到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，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。于是他又疯了，拼了，战斗到了最后一丝力气，哪怕面对天地倾覆，他依旧咬牙怒吼，若命运不公，就和他斗到底。这场战斗不只是和天庭神将对抗，而是在多个维度的平行战场，他与天劫、网络喷子、职场 PUA 交手，三头六臂的每一个分身都在重复着不同的高燃台词。若前方无路，我便踏出一条路；若天地不容，我便扭转这乾坤。每一句都如滚烫的火焰，灼烧着荧幕内外的每一颗不甘命运的灵魂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倒下了。那一刻，世界似乎终于安静了下来，像是胜利，又像是一场失败。有人在废墟里自嘲般低语，他死了。可真的结束了吗？突然，废墟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太好了，还剩一点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全场一震，一抹熟悉的身影在废墟里缓缓站起，嘴角挂着血迹，又带着一抹不羁的笑容。他没有死，他只是从最深的沉沦中重新归来。有人问，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个世界？哪吒扭了扭脖子，目光灼灼回了一句，我想试试。这一瞬间，我突然明白了导演的野心，他让哪吒这个古典反叛者化身为时代的棱镜，折射出每一个普通人在现实重压下依然倔强跳动的赤子之心。哪吒不是神，也不是魔，他是我们。当影片画面暗下，我仍在想着哪吒那句未出口的话，也许真正的反叛从来不是玉石俱焚，而是像片尾那只浴火重生的风火轮，在灼烧中淬炼出更璀璨的光芒。他也曾剔骨还父，剔肉还母，极端而孤绝，可在这一次，他学会了与世界共舞，带着少年人的桀骜，也带着新的智慧。以前我一直在躲，在葬，直到无路可走，我才明白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。至于未来会怎样，也许像哪吒一样，我们这些凡人只能推着成见的大山，慢慢向前挪动半步，但只要心中有火，便永远不会真正认输。正如哪吒说的，因为我们都太年轻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影片戛然而止，世界未完待续，谁说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哪吒？他只是在燃烧，等待下一次重生。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哦！